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问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啊，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夫妻正坚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呢？他们在经济、孩子抚养、家族名声等各种因素的裹挟下，互相忍着不分开。有的夫妻甚至把婚姻过成了一种驯服和被驯服。可是俗话说得好啊，忍字头上一把刀。虽然很多人终其一生这把刀都不会掉下来，但也有少数极端案例积怨爆发，最终酿成婚姻悲剧。今天咱们故事的主角在外人眼中是从年少走到白头的恩爱夫妻，没有小三插足，没有孩子啃老，没有巨额保险诱惑，但是老公最终还是把老婆杀了，然后塞到了木箱里。2018年8月28日，香港西区警署的几位警员出现在了香港大学黄克竞办公楼，他们乘电梯直接上了7楼。相比其他楼层的人来人往，这儿非常清静，只有一个办公室还开着门。根据一位警员描述呢，当时天气炎热，整个楼道都弥漫着一种腐烂的恶臭，越靠近那间开着门的办公室，味道就越大。办公室里坐着一位50来岁、衣着整洁的男人，他戴着眼镜，已见稀疏的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对于警察的到来，他并不惊讶，手指还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在问及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时，他神态自若地回答说，可能是楼道里有死老鼠吧。死老鼠？警察当然是不会相信这个说辞的，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来访，他们出示了搜查令，这回要求对这间办公室进行彻底的检查。几块木板钉起来的一个简易木箱首先引起了警员的兴趣，箱子的边缘还用玻璃胶给封了起来，但是很明显这箱子就是臭气的来源。在警员试图搬动箱子的时候呢，底部渗出了深褐色的浓稠液体，整个办公室更是臭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警察扭头问男子，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结果他还是那么一脸的冷静，你都找到箱子了，我不用解释，雷都知啦。听到这话警察当即呼叫鉴证科前来支援。穿着防护服的鉴证人员小心翼翼地撬开箱子，发现里面是个行李箱，正在源源不断地往外渗出那种恶臭的液体。割开行李箱，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法医都忍不住胃中翻滚了。里面蜷缩着一具高度肿胀腐烂的女尸，只穿着内衣裤，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根电线。看到这一幕，警察当场将男子铐走问话。几个小时后，8月29日凌晨，警方宣布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张其中因涉嫌谋杀被捕，而木箱中发现的死者就是他的妻子，失踪11天的陈慧文。消息传出，震惊了整个香港，全港最高学府内藏腐尸单凭这个就可以拍好几部校园鬼片了。而嫌疑人张其中呢，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管是学生、同事，还是他的一双儿女，都说他是一个性格好的不能再好的人。别说是发脾气了，平日里就连说话都怕声音大了惊扰到别人。而且呢，他宠爱妻子是出了名的。年轻的时候在异国他乡和太太陈慧文相识相知，结婚后更是个3从4德的好男人。关于这个3从4德M2 档案的老朋友李昌钰博士曾经提过。不过网络上说这个提法的源头呢，其实是胡适先生。而张其中就是这个3从4德的典型。儿女们说哪怕结婚几十年了，父亲依然是晚上一杯橙汁，早上一杯牛奶的端到母亲床头，如此恩爱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张其中在港大当教授，收入可观，地位体面，一双儿女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老婆陈慧文持家方面更是有投资眼光，靠着鸡生蛋、蛋生鸡的策略，在香港积累了5处物业。就算夫妇俩下半辈子不用工作，也能靠房租过得很滋润。这么一个好好先生、模范丈夫、完美父亲，怎么看都无法跟勒死妻子、藏匿尸体到木箱的法外狂徒挂上钩很多人甚至怀疑警察係唔係搞錯咗可是呢，警方很快公布了调查细节，本案有且只有一个凶手，那就是好男人张其中。时间回到2018年8月20日晚间，香港西区警署收到一起报案，说一位叫陈慧文的52岁女士失联已经3天了。
警察说是张其中本人报的警，还提到老婆在16号晚上跟女儿吵了一架，可能是负气出门散心去了。毕竟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做法，有几次不跟家里人打招呼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过云南和英国。张其中还说16号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呢，这老婆就不见了，还带走了护照和换洗衣物。儿子也说17号早上一起来，发现自个儿的这卧室门口放着一口绿色的行李箱，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呢，这箱子不见了，猜想应该是母亲收拾好东西离家出走了。张其中一家住在港大一栋叫做伟伦堂的宿舍，大门口装有摄像头，于是警察便调取了17号的监控记录，并且邀请家属前来协助辨认。结果张其中父子都指着一名走出电梯离开的长发女子，非常肯定地说那就是陈慧文。可是呢，小姨陈慧娴说不是她觉得被拍到的这个女人尽管身形相似，但是走路的姿势完全不同，而且她手里头拿着的是一个手提袋，不是儿子先前描述的那个绿色行李箱那这事就很奇怪了，难道说朝夕相处的丈夫和儿子反而不如几年才见一次的妹妹认得清楚吗？陈慧娴表示她上个月从英国回香港探亲，一直住在姐姐姐夫家，姐姐没道理在她来访期间不告而别与此同时，香港边境处也传来消息，并没有陈慧文近期的出入境记录。鉴于她的消失疑点众多，警方将她正式列为了失踪人口。2天后，警察再次来到伟伦堂进行调查，结果在楼下看见拖着一个板车正要离开的张其中。板车上呢，有一个盖着蓝色防尘布的木箱，上面放着炉具和微波炉。警察上前打招呼，并且询问这箱子里是什么呀？张其中神色自若，说几天后会为港大入学的新生开一个迎新篝火晚会，他是组织者，所以呢要把一些物品给送到会场去。说完便匆匆离开了。在他走后警察进入了伟伦堂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但是张其中搬箱子的举动却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天后，警察又来到了伟伦堂，调取了近期的监控录像，结果发现张其中在把那口箱子拖走的当晚，就用同一个板车把那炉具给拖了回来，但是箱子却不见了。这不是迎新晚会要用的吗？怎么又给拿回来了呢？那口箱子又去了哪儿呢？箱子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张其中显得有些慌乱，他改口说木箱里头装的是一些电子器材和铝条，因为过一段时间系里要举行这个机器人比赛，所以他便把需要的材料装到箱子里，送到自己位于黄克竞大楼的办公室进行保存。他这个说法明显前后不一致于是呢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1天后的8月25号，张其中被带到了港岛区重案组总部进行询问。这次警方一针见血地问他，知不知道陈慧文的下落，是不是把老婆给藏起来了？尽管已经紧张的全身颤抖，张其中依然对这些问题坚决否认，说老婆就是离家出门旅行去了。无奈之下呢，警察只好带着他回到伟伦堂进行了又一轮的搜查。结果在查到露台的时候，张其中突然走到栏杆边缘，把自己的整个上半身给探了出去。这个举动把一旁的警员吓得够呛，赶紧给他拽了回来。张其中说心里压力巨大，感觉万念俱灰，脑子一热就想要在警察面前寻短见。看他举动如此极端，警察只好暂时终止了对伟伦堂的搜查，转场到了张其中位于黄克竞大楼7层的办公室。在一行人过去的途中呢，有眼尖的警员发现张其中正在偷偷的用兜里的手机发短信，想要上前阻止，却被他一把将手机关机。几分钟后，警察来到张其中办公室门口，还未开门就闻到里面那股奇怪的臭味。正当警察要对整间办公室彻底大搜查时，突然接到了警局转来的一通电话。打电话的呢是张其中女儿的男朋友。他说刚刚张其中在家族群里面发了一条信息，扬言要自杀。根据时间推断，这条信息就是之前警员发现他偷偷发送的那条。可当他们提出要求要查看手机的时候，张其中突然情绪变得非常激动，大喊着你们怀疑我，我想死，还拼命挣脱阻拦，想要把头往桌子角上撞。一时间办公室里一片混乱。现场警察赶忙跟他解释说这都是例行调查和询问步骤并没有把你当嫌疑人。
听到这话呀，他的情绪才渐渐冷静下来，解释说箱子里的东西都被拿出来了，箱子也已经拆掉了。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呢，他还把警察们带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给他们看了里面的那个板车和6块木板。可是啊，眼尖的警察又看出来了，这些木板上看不到钉子和锤痕，根本就不是先前那个木板。不过因为他刚刚情绪激动到想要自杀，那警察也不敢贸然提出来，对他的情绪再次造成刺激，于是啊，就先宣布收队。本来要对办公室的搜查呢，也没能进行。其实吧，张其中也明白，一哭二闹三上吊也只是权宜之计，警方不会就此罢手的。于是他在28号上午给伟伦堂的学生和员工群发了一封邮件，解释说警察这段时间进进出出的，是在调查一桩跟他家庭有关的失踪案，请同学们不要惊慌。末了啊，还非常有风度的对大家致以歉意。结果啊，在这封邮件发出几个小时后，警方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才有了咱们视频开头的那一幕。警察在张其中的办公室发现了腐烂发臭的陈慧文。此时啊，张其中知道大势已去，于是便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他说陈慧文其实在16号晚上就已经死了，两人当时在卧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一怒之下用电线勒死了老婆，然后塞到皮箱里，放到儿子卧室门口，做成离家出走的假象。之后几天里吧，他把皮箱藏到了天台，依然如同平时一般跑步、游泳、遛狗、吃饭，心里却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去处理尸体。杀人容易抛尸难啊，他就是卡在了这一步。随着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臭，警察也因为报警找上门来了，让他万分焦虑。于是啊，他买来木板，连夜做了个大木箱子，还用玻璃胶封了边儿。可是这种套娃式的藏尸，它藏不住味道呀。于是只能把箱子转移到办公楼，还没等想出下一步该咋办呢，就东窗事发了。而至于杀妻动机却是极为荒唐，以至于做笔录的警察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起因居然是一个马桶圈和一杯橙汁儿。张其中回忆说啊，案发当天下午，一位租客给陈慧文打电话，又一次抱怨马桶圈坏了。陈慧文呢也不买新的，而是跑到儿子房间，把他厕所的马桶圈给拆下来，给人家换了过去，把租客用过且有裂缝的那个拿回来给儿子继续用。这个做法呀，让儿子当场就炸毛了。本来就有洁癖，同样的事之前就发生过一次，当时儿子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妈妈，他不愿意用别人用过的马桶圈。这玩意儿不花几个钱换个新的很难吗？可是啊，节俭诚信的陈慧文嘴上答应了，但还是我行我素。看见母亲如此听不懂人话，儿子也来了气，大吵一架之后，跑到母亲和姐姐用的那个厕所啊，用胶带给封住了马桶，还往上面挤了很多巧克力酱，不管是颜色还是质地上，都像极了那啥。很快，女儿下班回家了，看见一塌糊涂的厕所，本来就烦闷的心情更是荡到了谷底呀。问清来由之后，他认定母亲才是罪魁祸首，厕所应该由他打扫。陈慧文却觉得这事跟他没关系，不仅拒绝清理，还走进主卧锁上了门。女儿愤怒地拿起了一个衣架就开始砸门。听到如此激烈的动静，住在客房的小姨赶紧出来劝说陈慧文开门，女儿则顺势把马桶刷和清洁剂丢给老妈，硬拉着她去清理厕所。没想到啊，这进一步激怒了陈慧文，她也顾不得家里还有小姨做客了，扑上去就跟女儿厮打在了一起。母女二人干架的这过程中，家里的两个男人在干什么呢？儿子把自己锁在屋里头打游戏，老公躲在饭厅不吱声，只有小姨一个人左劝右劝，却是收效甚微。最后啊，女儿愤怒地离开家去男友家留宿了。看见女儿离开，余怒未消的陈慧文就把这气撒到了张其中身上。在他按照每天的惯例端上了一杯睡前橙汁的时候呢，陈慧文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说这个过期变质了，大半夜的逼着老公要去店里头退掉。张其中说啊，是女儿看见家里的橙汁喝完了，买了一瓶新的，跟之前常喝的牌子不一样，所以这口感可能有差别，但肯定是在保质期之内的。气儿还没消的陈慧文不依不饶，连发了好几条语音去质问女儿，到底在哪儿买的便宜货，是不是没安好心想要毒死老妈呀？张其中终于听不下去了，跟陈慧文说，你刚刚把女儿才赶走，现在又因为这点小事追着骂她，
是不是想让女儿以后再也不回家，你才会善罢甘休啊？看见一向对自己唯唯诺诺的丈夫居然也来顶嘴，陈慧文立马调转枪口，对着他又开始了这天的第3轮大吵。他先是骂张其中不会管教儿女，纵容他们惹自己生气，后来又延伸到张其中不做家务，天天在家当大爷，如果他之前主动把厕所给打扫了，不就没有之后这许多事儿了？这话呀，把张其中听得哭笑不得。你们娘儿仨为了一个马桶圈吵了一轮又一轮，居然还能怪到我头上，岂有此理啊！可是呢，陈慧文却继续一通输出，而且还上升到了经济层面。说你别以为你大学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家里的钱还不都是靠我投资炒楼赚来的？你那点工资，现在连个打工仔都不如，指望着你挣钱呀，还不如去乞讨呢。眼见着老婆越说越不像话，张其中也终于不忍了，回嘴说：那买楼的贷款不都是靠我的工作才能办下来吗？怎么就全部成了你的功劳呢？一听这话呀，陈慧文更是怒气上涌，继续骂老公没出息，吃软饭，还干脆把他一脚给踹下了床。见妻子跟个泼妇一样，根本没有一点讲道理的可能，张其中就想要离开卧室，让他先冷静冷静再说。结果啊，伸手去床底下摸拖鞋的时候，却摸到了一根电线。张其中后来回忆说，当时他面对高声叫骂、持续输出的陈慧文，突然就浮出了一个念头：谁叫你这么多话呀？赶紧闭嘴吧！于是啊，他从背后一下用电线勒住了老婆的脖子，然后越勒越紧，直到陈慧文全身瘫软，不省人事。张其中称，整个杀人的过程中，他大脑里一片空白，完全是机械性的动作。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好像突然恢复记忆一般，但这个时候，陈慧文早已瞳孔散开，没了呼吸。发现酿成了杀妻大祸，张其中既觉得很惭愧，又非常害怕，更担心东窗事发影响到自己和2个孩子，于是啊，才有了那个非常拙劣的木箱藏尸后续。说实话，这个动机别说警察了，就连很多看了新闻报道的民众都不信。马桶圈和橙汁，这多小的事儿啊，犯得着去杀人吗？更难想象的是，这家人中年纪最小的儿子都26岁了，是一名拥有执照的注册牙医，供职于一间为政府雇员提供服务的诊所。28岁的女儿则在英国学习法律，毕业后在香港廉政公署做律师，已经当上了调查主任。就是这么高知一家人，人与人的这交流却显得幼稚和可怕。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又哭又闹，打架砸门，甚至动手杀人，心智年龄宛如几岁的孩童。于是啊，警方就怀疑这里边啊可能另有隐情。一开始啊，警方怀疑是张其中有可能是为人顶罪，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儿子张思博。原因啊是张思博一开始在跟警方看监控的时候，把一个陌生女子说成是离家出走的母亲。还有一个跟张家有多年来往的人爆料，说这母子2人呢关系其实非常紧张，主要就是因为陈慧文3番5次搅黄了儿子交往的女友。超强的控制欲让张思博忍无可忍。相比之下呀，马桶圈什么的其实都是小事儿。不过啊，警方在经过了仔细调查之后呢，排除了张思博作案的可能。原因是啊，他住的房间是这个大平层的另一头，如果要进入父母的卧室杀人，就必须要穿过小姨陈慧娴住的客房。而小姨作证说，张思博在案发当晚一直都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头打游戏，根本就没踏出半步。听见外面母亲和姐姐、母亲和父亲车轮战一般的大吵大闹，张思博还能巍然不动的打游戏，这家人的亲情之淡薄也可见一斑啊。而小姨给警方提供的另一个细节呢，也可以证明张其中才是凶手。他说啊，17号凌晨，他听见姐姐姐夫房间里爆发出非常激烈的争吵，还伴随着咚的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有些担心的他悄悄走到主卧门口，正想要开口询问呢，结果却从门缝里头看见姐姐姐夫躺在床上，姐夫呢正用身体从背后压住姐姐。当时啊，他第一反应是这俩人呢正在为爱鼓掌，于是赶紧转头离开，还在心里头暗暗感慨，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很恩爱啊。但殊不知他其实是无意中目睹了张其中杀妻的一幕。陈慧文啊，平日里非常节俭，连个纸片都舍不得扔，所以啊，张家住在伟伦堂顶层的大平层，虽然大，但是却堆满了杂物。
这也能解释为啥张其中能够随手从床底下摸出一根电线这么不常见的东西。但是这也给警方的取证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堆积如山的纸堆里，警察找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一张欠条，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张其中欠陈慧文660万，如果没有在2018年5月31日前还清，那么就要还770万。写字据的时间是2018年2月，3个月的时间就要产生110万港币的利息，只能说陈慧文是开黑社会的吧。那么为啥张其中和陈慧文这两口子之间还会产生这样一笔高利贷呢？对此张其中的解释是，两人早些时候闹过一次离婚。陈慧文呢，不仅要求分走二人名下的一半存款和房产，还要张其中将过去10年总工资的一半折算成现金给他，作为他这些年在家里头当家庭主妇的工资。张其中当时手里的钱满打满算也就50万港币，只好硬着头皮打下了那张欠条。后来两人又决定不离了，这事便不了了之。也许是出于制衡张其中的目的，陈慧文特别把这张欠条保留在了自己的首饰盒盒底。两人的这番操作也是让人够无语的。第一次见到把自己跟菲佣对齐，离婚的时候还要找老公讨个10年欠薪的老婆，而老公呢，居然也同意了不说还答应支付巨额的利息。这对夫妻之间关系的扭曲和窒息真是有点奇葩呀。不过呢，如果把时间推回到30多年前，他们在异国他乡年少初见相知相识的时候，画风可是完全不同的。张其中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成绩优异，考入了名校圣保罗书院，还进入了英国著名的伯明翰大学深造。后来更是在威尔士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尽管一路都有奖学金的加持，张其中自己也非常节省，但是在英国留学的日子，他依然是过得紧巴巴，有时候还不得不去唐人街的餐馆打工来挣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餐馆店主的女儿陈慧文，她也是香港人，从小跟父母移居英国，比张其中小1岁。当时正在伦敦一间专科学校读书。张其中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陈慧文性格开朗，乐于助人，陈慧文呢也对腼腆内向、文质彬彬的张其中非常倾心。不过两人的恋情却并没有得到陈家父母的认可，主要他们认为张其中家境不好，还是个穷留学生，宝贝女儿嫁给他呢肯定会受苦。可是陈慧文却非常坚持，甚至不惜和父母决裂，跟张其中搬进了他租的廉价阁楼间，并且在1年后生下了女儿张思慧。这期间陈慧文大着肚子给人当清洁女工，赚钱补贴家用。不过好在张其中博士毕业以后，很快找到了一份技术服务工程师的工作。1991年，一家3口回到了香港，儿子张思博也在这时候出生。张其中呢，先是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后来在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系任副教授27年。因为良好的口碑和勤奋工作的态度，还担任港大校委会委员和工程学院助理院长。除了教书之外他还兼职学生宿舍伟伦堂的舍监。这个舍监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宿管大妈，而是在英式教育传统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负责监督照顾住在学舍里的学生，还要处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校园暴力停学、劝退等突发情况。为了方便工作舍监通常会携家眷住在学生宿舍内。您可别小看了这项福利他们一家呢住在伟伦堂顶层，整整一个大平层，面积有185平米，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眺望维多利亚海港。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处豪宅一家人在这儿一住就是10几年。免费住海景豪宅，每月还有舍监津贴以及教授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比起之前在英国的困窘，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张其中这只潜力股也算得上是苦尽甘来。可是夫妻俩的问题却在如此安逸的生活中慢慢浮现了出来。归根结底是陈慧文在多年的家庭主妇生活中逐渐失去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换句话来说，看着老公的事业蒸蒸日上，孩子们日渐长大，有了各自的生活，陈慧文渐渐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对家庭的贡献呢也被没有收入所掩盖了。在这种自卑的心态下，她变得日渐焦躁，控制欲也蹭蹭上涨。不
不管是之前留学读书，还是后来港大任教，张其中其实一直都有着非常好的口碑。同事和学生都说他是人好，脾气也好，哪怕是当上了舍监，每天24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解决他们的问题，他都保持着耐心细致、随和助人的好性子。对老婆那更是无微不至，经常陪他一起散步遛狗，如果老婆身体有恙，那更是忙上忙下的照顾。可是人们对陈慧文的评价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霸道、易怒、难以相处，是他身上挥之不去的标签。在伟伦堂工作的员工则把英文名为 Tina 的陈慧文谐音叫做天拿水，意思是她就像那种有机溶液一般，脾气火爆，一点就着。有一次伟伦堂要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占用了他家门口的位置进行调试，结果被陈慧文劈头盖脸一通臭骂，最后还得老公张其中出来两头安抚，把这事才平息了下去。那对于外人尚且如此，对子女和钱方面，他更是显现出了一种近乎变态的偏执。前面说到的干涉儿子谈恋爱还只是冰山一角，老公张其中更是被他牢牢地拿捏在手里，每月工资全数上交不说，家里大到买房买车，小到一瓶橙汁一卷卫生纸，都必须要他点头才行。在他看来，一个贤妻良母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对家里的财务进行全面管理，开源节流嘛。只不过他的节省到了有些变态的程度，家里的东西能不买就不买，能用旧的就绝对不会有新的，甚至老公偶尔和同事出去吃茶，都只能在餐厅打折的时间段才能去。前面说到的用儿子的马桶圈去换租客的坏马桶圈，这样的操作更是司空见惯。儿子张思博对警察说母亲这种极度节省的方式不仅降低了全家的生活质量，还给身边所有人都带来了无形的精神压力，哪怕是一点正常的花销都会产生出莫名的负罪感。而全家唯一有能力劝说的张其中却选择了闭嘴和配合。堂堂一个教授，还穿着20多年前买的旧西服。而至于开源嘛，陈慧文的方法就更多了。根据港媒找到的一份广告，陈慧文曾经以文姐的名字在网上找育儿陪月的工作，也就是俗称的月嫂。她在广告中称自己把一对儿女培养得非常出色，因此对育儿这个事非常有信心。但是也有人回忆说，曾经联系过陈慧文进行面试，结果发现她非常固执己见，听不进半点建议，而且说话嗓门很大，性格也难以掩饰的急躁。于是雇主果断打了退堂鼓，不敢再请她照顾孩子和产妇了。相比她在投资房产上的收益，其实当月嫂的这点工资也许真的算是洒洒水了。根据法庭的公开文件，张其中夫妇名下一共有5处物业，全部在港大附近，在1994到2012年间购入。由于房价的上涨，到案发时的2018年，这些房子的总价值已经超过了6800万港币。张家其实早已在千万富豪行列了。在陈慧文看来这些房子都是她慧眼识珠、果断入市的功劳，升值的这些钱完全可以秒杀老公的那点死工资。于是她愈发的对老公颐指气使，稍有不如意便骂他吃软饭没本事，还常常在孩子面前用扑街这样的侮辱性的词来形容他。可事实上这5处房产的贷款全部是由张其中办理的呀。房价上涨的同时，这贷款的利率也一路水涨船高，到后来每月单是还贷就需要16万港币，再加上维修管理费等等用来收租的租金和张其中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即使没有到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地步，也差不多是捧着金饭碗吃盒饭了。可即便如此陈慧文依然想要继续买房。也许在内心深处买房投资产生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她的自我价值以及她的自尊心，面对老公孩子时候的自信心。但是对于张其中来说，妻子的疯狂买房、疯狂贷款已经让他不堪重负了，而陈慧文不断对他进行言语的打压，抹杀他这些年努力工作对家里产生的贡献，还在孩子们和外人面前对他进行羞辱，让他感觉非常受伤和不开心。只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和家庭的责任心，他才选择了隐忍。女儿张思慧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母亲经常对父亲恶语相向，喋喋不休的发脾气但是父亲几乎从不反击，最多就是看起来很生气，对妻子怒目而视。时间回到2018年2月，也就是那张欠条显示的时间。张其中说，当时陈慧文又一次看上了一处未完工的楼盘，
需要首付600万港币，于是就找老公要。可当时呢，张其中手里满打满算就50万，于是陈慧文就威胁要离婚。而这次啊，张其中终于硬气了一回，一口答应，并且写下了那张欠条，哪怕是负债都要离婚。不过后来啊，两人在孩子、名声、经济等种种压力之下，最终放弃了离婚，觉得30多年都过来了嘛，凑合凑合也能继续。谁知才隔了半年，就发生了杀妻惨案。根据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回忆啊，在杀妻案发生的头一天下午，陈慧文和妹妹陈慧娴一起过来想要开户。在听说新开户的账户中一次性存入400万就可以获得现金回馈时，陈慧文当即就决定用老公的名义进行开户，并且让经理把这文件送过去给他签字。可是呢，当客户经理一路赶到港大，找到刚刚下课的张其中时张其中一头雾水表示根本就不知道银行开户的事儿。而且4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他也拿不出来。不过面对辛苦跑来一趟的经理，张其中表现得非常客气有礼貌，说他可以把优惠政策和开户的文件放在这儿，自己仔细读完以后呢，改天再签字儿。可是这一举动不知道怎么就激怒了陈慧文，不仅打电话大骂老公不配合，还迁怒于那个无辜的客户经理，说不打算在他这办存款了。相当于这个倒霉蛋不仅白跑了一遍港大，还没有拿到1分钱的存款业绩。这个经理在法庭上还补充说，虽然说张其中拒绝出钱导致了业务无法进行，但是他觉得这人是个彬彬有礼、很能为别人着想的人。相比之下陈慧文的咄咄逼人、斤斤计较，以及看人的时候那种蔑视的眼神，更加令人感到不舒服。另一家花旗银行的职员作证说当天晚些时候，陈慧文拿着一张400万港币的支票想要过来开户。支票呢，来自于他和张其中的一个联名户头，结果因为里面的钱不够而跳票了。觉得丢了面子的陈慧文不出意外又是一通大吵，还打电话给张其中，要他赶紧往账户里头打钱，甚至还逼迫银行职员跟张其中通话给他施压。一通操作下来最后还是没能开户成功。因此后来在法庭上，控方就认为张其中和陈慧文很可能是在当天晚上因为这张跳票的支票吵过一架，所以钱才是他杀人的真正动机，而不是他说的橙汁、马桶圈这样的小事儿。但是张其中却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他只知道陈慧文需要400万去开户，并不清楚支票跳票这样的细节。陈慧文死后快1周，银行打来电话跟进，他才知道此事。然后控方就指出说，张其中杀人呢，并不是他说的那样一时兴起激情犯罪，而是他跟老婆之间30年来的矛盾日积月累而来的。很明显的一点呢，就是他勒死老婆的手法并不是拽着电线两头这么使劲拉，而是用电线缠绕着他的脖子，在他的颈后交叉扭结，不断收紧，就类似于面包店里头用那个细金属丝给袋子封口的手法。这种手法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技术，不是头脑发热的时候肌肉机械反应就能产生的。因此控方认为张其中刚开始勒住老婆的时候有可能还是一时兴起但是之后将他慢慢绞杀的过程中，绝对是头脑清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而且他们还指出，张其中和陈慧文名下的房产都是以俗称的长命契方式持有的，也就是说一方离世，另一方自动获得全部产权。这几千万的房产有可能让张其中动了杀妻的念头。但辩方却认为你这说不通如果张其中计划要杀害老婆，为啥非要选在小姨子借住在家的时候动手呢？而且他在杀人后10多天都没有想到办法妥善处理掉尸体，也显示了这根本就是个没有预谋的突发事件。至于为什么他忍了老婆30多年，突然决定不忍了，辩方给出的理由是，张其中在2018年初得过一场大病，病愈出院后呢，工作效率和耐性都远不如前，同事也看到他1、2次在开会后忍不住发脾气，这是他之前工作中从未出现过的情况。所以辩方律师认为是他生理上的疾病引发了心理上的转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最终在激动之下酿成大祸。但是这一推论未能得到心理专家的背书支持。案发后曾经有350多人为张其中上书求情，其中不乏社会贤达和著名学者。
众多网友更是在看了案情细节之后，不禁发出感慨：换成我未必能忍住。但是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却不能被情感的天平所左右。2020年12月，香港最高法院裁定张其中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主审法官彭宝琴在宣判的时候说，此案件对被告及家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张其中后来提出上诉，2024年2月得到批复，案件发给另一名法官进行重审。MR 档案会为大家密切关注此案的最新进展。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把性格问题与婚姻中的矛盾混淆在一起来看待，认为只要婚姻能存续，那么这些问题就肯定有办法解决。通过张其中和陈慧文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有些人本身就是一个情绪黑洞，他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只会向身边的人无度索取，别人的忍耐和付出依然无法填满那个黑洞。如果不能逃离，那么结局必然是被吞噬。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